手機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是看電視、聽小說、購物、逛街，甚至是坐車等等，都少不了它。然而像現在的手機基本上都是這種智能手機，手機不建議和這幾樣東西放在一起。那麼到底是哪些東西呢？一起來看一看吧。第一，手機不建議和人民幣放在一起。為什麼呢？我們接着往下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在手機殼背後放上一張人民幣，以備不時之需。這樣放人民幣固然好，但是放進人民幣之後，人民幣它就會把手機的散熱器給擋住，讓我們的手機散熱變得非常的緩慢，從而就會導致我們的手機變鈍、變卡等等。而且看一看，人民幣也已經把我們的手機攝像頭給擋住了。而如果我們在外面逛街、旅遊的時候，看見有美好的風景需要拍攝，那麼這時候我們還得再把手機殼給取下來，拿出這個人民幣，我們才能進行拍攝，這樣是不是非常的麻煩呢？當然，不建議把手機和人民幣放一起的第二個原因，比如說我們把手機揣進口袋裡，而人民幣也装進口袋裡，這樣一來，我們時不時就會把手機拿出來，甚至於有很多朋友走路時都會玩手機，而手機一拿一放的時候，那麼很可能在我們拿手機時導致這個人民幣掉落，那麼就得不償失了。因此我們建議喜歡帶現金的朋友，我們一定要把手機和人民幣這樣分開放，這樣防止我們在使用手機的时候導致我們的人民幣掉落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第二，不建議把手機和銀行卡、身份證、社保卡之類的放在一起，這是為什麼呢？我們先來說一說，其實手機無論是原來的手機還是現在的手機，雖然說磁場有強弱之分，但是也難免手機會有磁場，而我們的銀行卡、身份證之類的，或者是社保卡，眾所周知它都是磁卡，這裡面都會有一塊小小的芯片，而這些芯片就存储了我們的個人信息以及银行卡、社保卡信息，而長期把它放在一起，那麼很有可能会導致我們的卡片消磁，那樣就會對我們造成不必要的損失。比如說，如果我們的身份證消磁以後，那麼不管你是坐飛機、坐火車，那麼身份證還得親自拿去驗證，不能像我們直接這樣一刷就能過安檢了。反之，如果是银行卡消磁了，那麼就非常的麻煩了。因为银行卡消磁以后，我們比如說需要去取現金，取個1-2千塊，去提款機上面取，那麼消磁以後的銀行卡它是取不出，因為這樣不能讀取你的信息，從而就會導致我們浪費時間去銀行裡面補辦卡。當然，身份證消磁以後固然說能用，但是也會造成很大的麻煩，我們也得給他再次去補辦一下哦。而身份證需要補辦下來，就會比我們的銀行卡之類的慢多了，因為身份證補辦下來少說也得個把月吧。因此，我們不建議把銀行卡、身份證以及社保卡之類的和手機放在一起哦。三，手機不要和這些堅硬物，比如說這些鑰匙之類的放在一起，尤其是喜歡把手機和鑰匙放進口袋或者背包裡面的朋友，那麼一不小心就會將我們的
手機屏幕刮花，甚至是戳破，那麼就得不償失了。那麼到时候你的手机屏幕很可能会像我这个手機，那麼很有可能会像我这個手機一樣哦，那麼就真的太不划算了。畢竟啊，無論是手機或者是手機屏幕，重新換一個，那麼少說也得幾百塊吧。尤其是有的蘋果手機換一個這樣的原裝屏幕得上千塊吧，那麼就太浪費了。因為啊，這些鑰匙它特別堅硬，即使沒有把手機屏幕戳破，那麼戳花了，我們也得重新換一個保護膜，也得10幾20塊吧。所以啊，不建議把手機和鑰匙等堅硬物放在一起哦。第四，手機不建議和我們的水杯或者是礦泉水之類的放在一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喜歡背包的女性朋友，往往會在包裡面放上手機或者一瓶礦泉水瓶，或者放上一瓶礦泉水，以備不時之需。但是啊，如果你這個蓋子一不小心沒擰緊，那麼很可能會導致裡面的水滴落在手機裡面。像直接滴落在手機屏幕上還好一點，如果不小心滴落在這些孔裡面，那麼可能會導致我們的手機主板被燒壞哦，那樣就得不償失了。因此我們不建議手機和這些液體之類的給它放在一起哦。最後啊，手機不建議和打火機放在一起。尤其是咱們喜歡抽煙的男性朋友，往往會在兜裡面裝一個打火機，而一不小心手機就會和打火機放在同一個口袋，那麼不建議這樣哦。尤其是在夏天的時候，溫度過高，那麼手機經常玩也會溫度過高，放在一起，那麼很可能會產生高溫，導致我們的打火機發生爆炸，那樣就特別的危險了。不僅僅可能對手機有損害，可能對我們的人也有一定的不小傷害哦。因此不建議手機和打火機放在一起哦。家人們，視頻看到最後都學會了嗎？一定要記住哦，手機千萬不要和以上幾種物品放在一起，以免對我們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好了，本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幫助的話，那麼請用你發財的手給我點個讚吧。我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拜拜。